他是统治2个游戏的普通人，也是火影中打周最强，三角洲中打火影最厉害的，他就是尊字辈的起源。火二的主人见盖尊如见山的盖尊君浩，依旧绿色飞牛，依旧年轮。ごめんなさい。優しいだけでは女はやっていけないの。依旧航天暴君。这是啥呀？这是。如果你问我什么是天赋，大概就是14岁手撕3400分，16岁统治排行榜杀到无人敢称尊，成为村子里第一个尊字辈，18岁入坑三角洲，用半年时间蜕变为顶户，是宣乐，是福神，是盖尊，也是飘柔魔王，这就是君浩。盖尊的天赋那可真不是盖的，属于是羡慕都羡慕不来的级别。君浩原名刘君浩，依旧实名制上网。2007年在河北魔丸将士，君浩刚入坑火影的时候，就已经开始对同龄人进行降维打击了。骗你的，其实不是同龄人照样被君浩降维打击。那年村子里来了个天才少年，14岁那年，君浩靠着一手绝活活二，在竞技场手撕超影3400，开始展露自己的锋芒。之后君浩参加神将杯，拿下第1届 iOS 神将杯冠军。君浩本该凭借着这个机会一飞冲天，奈何当时10来岁的他没有开智，不会玩互联网，发了一段时间自己的操作视频，发现没啥流量，直接摆烂了，白白错过了机会。2023年摆烂了小半年的君浩又开始更新了，因为他意识到一件很严重的事儿，不好好做视频开直播圈米，好像就填不饱肚子。果然还是饿的时候有活啊！君浩确实有实力，但很多时候光有实力是不够的。复更那段时间流量也不咋地，但总比摆烂不更新的好。就处于这种半饱不饱状态的君浩也不敢断更了，开始琢磨怎么让自己更有知名度一些。直到24年，君浩开始展现自己对高分的渴望，向着霸榜大佬的目标前进。君浩的霸榜可不单单是打到全服第1就够了，巅峰时期排行榜前10只有一个名字，那就是盖神。据说当时是君浩拎着2箱牛奶挨家挨户拜访，让他们改名，所以本期成本高达20张改名卡，600点券。当然这是开玩笑的，那年的君浩确实强的没边了，不仅活儿玩的厉害，啥忍者到他手里都可以玩成绝活，靠着忍者海成为村子里第一个尊字辈，当年断档的最高的山。至于为啥他 ID 叫君浩，成尊后却被封为盖尊，那我只能说大数据时代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年少轻狂的中二小伙。就问你这雷霆锅盖造型谁看了能绷住吧？2025年5月，君浩在第2届火神杯大杀4方，强势闯进决赛，与当时年仅16岁的小鸽子展开了决战。当时小鸽子正处于反应力的巅峰年龄，游戏理解也相当到位，直接跟君浩打满 BO7 了。说实话，要是换个年龄大点的选手，可能就被熬老头了。虽说火影一把时间不长，但全程高强度专注打满 BO7 也是很耗心神的。但可惜他遇到的是君浩，虽说盖尊在决斗场戎马半生，但其实也才刚满18岁，最终也是凭借老将的理解以及年轻的反应力拿下冠军。在这之后，盖尊可能觉得自己已经攀登到最高的山了，就想到其他领域发展一下，于是入坑了三角洲，真是一点也不让人意外啊！毕竟有很多火影主播都会打三角洲，没办法，谁让2款游戏风水都有问题呢？等一下，检索到关键词风水，应该说的是波风水门吧？不是，死水还阴啊！我个人觉得波风水门绘图转生真的是最需要操作的忍者了。刚入坑三角洲的盖尊也是打出了特别多的精彩操作，直接被粉丝们狠狠嘲笑。这是啥呀？这是。但你盖尊可不是一般人，面对质疑和嘲讽，他没有退缩，反而更加想证明自己了。通过半年的苦练，他甚至成功考核上了飘柔的魔王户。其他火影主播打三角洲的时候，都想让盖尊带着打，这就是顶户的含金量。不过人的精力终归是有限的，盖尊把时间投入到航天进行训练，代价就是火影时间少了。后来参加比赛成绩也都不理想，一时间直播间充满了盖尊老了的言论。但盖尊真的老了吗？今年的浮夸杯，盖尊先战雾雾，再打神神，打败亚军和季军，强势夺冠。这里其实有个小细节，这3人不打火影的时候，其实都在玩周，而3人之中，雾雾打周时间最少，盖尊时间最长。我就说航天训练法是有用的吧。浮夸杯夺冠之后，盖尊又开始每打周了，连月初第1都不想冲了。传说中的9高变成了航天暴君。在粉丝们开始失望的时候，盖尊又发力了。前段时间的阵营赛 S5，在胜者组决赛的时候，队友接连失利，君浩站了出来。君浩向众神祈祷，回应他的是24年榜单的主人盖尊，直接连斩5大高手，强势穿5，可惜最后被保底的帝都打回去了。这波是真可惜，可惜打的不是三角洲，不然你君浩叔叔就直接穿完了。通过浮夸杯和阵营赛，君浩也证明自己还没有老，只不过发挥确实没之前稳定了。没办法，我只能说统治2个游戏还是有点太累了。